Hello，兄弟们，我是有风啊，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们都知道亚马逊上面的话，竞争现在非常非常的激烈，特别是作为我们的新手卖家的话，那我们如果刚刚做亚马逊的话，真的会非常非常的难不过没有关系，其实的话，我们可以另辟蹊径找一些大卖家看不上更细分的一些产品今天我给大家分享一些亚马逊的一些小众产品，那就是 KDP 这个东西叫做 KDP 低内容图书。什么是低内容图书呢？比如一些空白的一些笔记本日记计划本绘画本等等。这个类目的话，目前来说的话，竞争还没有那么大。制作起来的话也非常的容易。还有一个优点就是它不分季节，一年到头的话我们都可以进行一个销售。所以今天我就带大家扒一扒这个细分领域跟着有风一步一步来摸透它。我会教大家怎么样在网上去寻找和购买我们制作图书的一些素材经过加工以后的话，制作出属于你自己的一个原创内容。当然了，想要你的图书在亚马逊上面销售好的话，关键词的选择也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我还会跟你分享一些有用的一些关键词的一些技巧这个细分领域的话，它非常的有意思，叫做一个情绪追踪的日记，也就可以叫做心情记录本。简单来说的话，这些书的话就是可以帮大家记录和跟踪你自己的一个情绪的一个变化。如果你能用这样的日记持续几周、几个月，甚至几年的追踪你自己的一个情绪，还是非常有意思的。还有的话，这些日记不仅可以记录你的情绪，还能帮你分析食物、饮食、生活方式运动药物等等这些因素对你心情的一个影响。如果说比如说你吃了火锅以后，你的心情会变得更好。你出去跑步运动以后的话，你整个人是不是感觉轻松多了，整个人心情会很好对于那些有注意力缺陷障碍双向情感障碍，或者说有抑郁焦虑这些问题的朋友来说的话，这些追踪和分析简直就像找到一个解锁自己情绪的一个钥匙其实还是非常有用的。首先的话，我们打开我们的亚马逊如果你英文不好的话，可以在电脑上安装这个沉浸式一个翻译，这个软件的名字叫沉浸式翻译，你直接去 Google 里面搜索就可以了。我们在亚马逊来尝试了搜索这个关键词，叫做一个情绪追踪日记本，我们点一下它，搜索一下。搜索出来以后，我们可以看到，其实的话，我们搜索这个关键词，我们后面按一个回车，它其实还有很多细分，比如说专门为孩子制作的，专门为年轻小女孩制作，专门为女人制作，专门为青少年制作，专门为焦虑、为成人为女人、为抑郁等等其实这个市场还是非常非常的大。我们往下面的话来看一下。这种内容，这种书的话，它价格都不贵。你看这里4.99美元、8.99美元、7.99美元14.61美元因为价格不贵的话，转化率的话相对来说会比较高。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在我们的电脑上安装一个插件，可以来实时显示这本书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排名。这个插件的名字叫做 DS Amazon Quick View， 就是这个。我们在 Google 里面直接搜索它以后的话，直接点击右上角这个按钮，可以增加到我们的一个 Google 浏览器点击一个增加。安装好这个插件以后的话，我们再回到我们的一个亚马逊的一个搜索结果，我们来刷新一下。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快速的看到一些比较关键的一些信息给大家看一下这些信息。这个数字它的意思是这本书的一个总体的一个销售排名。比如说这本书的话在整个亚马逊图书的一个销售，在整个亚马逊图书里面排名第9616位。后面的话，这里有个 Top 100，Top 100是什么意思呢？就这本书的话，在这个细分领域，也就是我们情绪跟踪日记这个领域的话，它的排名是在100位以内。那我们在这里要找一个非常关键的信息，我们来看一下第一页有没有排名在20万或者说30万以内的一本这种情绪追踪的一个图书。如果我们能在第一页发现这种20万以内或者30万以内的这种书的排名的话，说明它的一个整体的一个市场的话还是非常非常的大。往下边拉，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本书的话，排名的话过10百千万，排名的话在3万名也就是非常简单。你看那个图书的话，封面的话直接显示这种产品的一个内页这种里面你看它大概的样式给大家看一下，它上面会显示比如说你每天的心情怎么样，你早上的心情是开心、是高兴还是生气，中午的心情下午些心情怎么样
还有后面就是总之非常的详细，你吃了什么食物，还有今天我的感觉，这上面的话都会显示的非常详细。那你可以根据你的心情的话，在上面的话左边的话打上勾就可以了，这个就是对你整个每天心情的一个记录。然后我们再回到我们这个页面，我们来看一下，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往下面拉，你看这本书的话，排名的话在2万名以内，也是这种情绪追踪的，也是这种情绪记录的这种笔记本。那很多其实它整体排名的话，这个在7万名这个在40多万，这个比较靠后这个在30多万。这个在2万多这个也可以。那如果我们能在第一页经常发现3个或者5个排名，如果在20万以内的话说明这个市场的话还是足够大，还是可以做的。他们整体的话，其实这种书的话，它的要求也不高。你看这些封面的话，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有些的话，直接你看用它的这种内页作为它的一个封面，我们来点进来看一下。这个就是它的一个封面图这个情绪记录的一个日志。你看这个就是它的封面，非常的简单，也没有什么设计感。其实这种方式的话，其实非常有效的。有些的话，你可能封面还做得比较漂亮，但是还不如点击率，还不如它这种直接显示里面内容的。这个也是一个小技巧。大家的排名以后的话，那我们可以来计算一下它的一个每天和每月的一个销量。大概就可以了解一下如果你做起来的话，你的一个大概销量会是怎么样。这里有个工具叫做亚马逊图书的一个销售计算器。比如说这一本书的话，它排名在19148，我们再来计算一下19148。如果你能排到1万多名的话，我们来看一下，那你每个月的图书销量的话就在200多本，那每天的销量的话就在10几本，其实还是可以的。我们来看一下，因为这种图书的话，它的一个成本的话非常非常的低，所以说我们的利润的话是非常非常的高的。那等一下后面的话，有风会带大家看怎么样来计算我们这个图书的一个成本。它的一个成本主要就是它的一个实物图书的一个印刷成本。亚马逊的话，它会直接帮我们印刷图书，那我们只需要提供一个电子版本给它就可以了其他的一个书的一个打印，还有物流配送全部都会交给亚马逊来完成这个就是它这个主要的一个成本。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一个成本。这里有个亚马逊 KDP， 它的一个印刷成本和一个版税成本的一个计算器。那相关链接的话，有风都会放在相关链接，我都会放在视频下方简介里面。感兴趣的小伙伴，那可以打开这个链接去计算一下。那这里的话，我们选择第一个，后面的话你可以选择你的图书类型，这里选择英寸，这里的话尺寸我们选择一个6×9，这里选择你的一个市场。那你的书有多少页？比如说我们120页的一个书，我们售价的话，如果是8.99，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可以看到这本书的话，如果说你这本书有120页，售价是8.99，你的利润的话就有60%的利润。那你的一个成本的话，后面的话它已经给你计算出来了。那打印成本还有一个，这个就是它的一个打印成本，那印刷的成本后面就是版税。那差不多这里的话全部都给你计算出来了。那前面的话，你的利润的话就有60%这个利润还是非常非常的高。那接下来的话，我们就来研究一下我们这里面的一个内容怎么制作。我们可以看到它里面的内容的话，很多大概都是这样的一种形式，可以记录你的心情，早上、中午、晚上。那我们去哪里找这种素材呢？这里的话，我给大家提供一个网站，这个网站名字叫做 Creative Fabric。相关链接的话，我都会放在视频下方简介里面。兄弟们可以打开链接，跟着有风一起来看一下。这个网站里面它提供了非常非常多的一个素材。那它是一个提供数字创意资源的一个网站，主要以提供一些图形设计字体还有一些插图，还有一些数字艺术资源为主。用户的话可以在这个网站购买、销售和订阅各种数字的一些素材。那你可以把这些素材用于你的一些创意项目中，比如说你可以制作海报名片网站设计T 恤设计等等。网站上它这个网站覆盖的资源非常非常的多。那上面的话可以看到它上面的一些分类。那来到这个网站以后，我们可以来搜索这个关键词，比如说我们的 mood， 我们可以搜索这个关键词 mood tracker， 就是一个心情的一个记录追踪。那它里面有很多这种类型的它里面有很多这种类型的
资料，那我们可以直接下载购买就可以了。那我们可以直接下载来用，而且它里面你看这个的话，提供的非常的详细。里面的话和我们亚马逊上面看到这些东西的话，非常的相似。其实很多的话都是亚马逊上面，你看这个的话，还有这个基本上的话，很多的话我们在这个网站都可以找得到相似的。里面的内容的话非常非常多，那你可以随便找一个来下载一下。那比如说这个可以的话，我可以点一下它。这里的话，我们就可以直接点击这个按钮，直接进行一个下载的话，第一次进来的话，那你可以第一次注册账户的话，你可以免费下载10个产品，按年付的话就是3.99美元每个月，如果你按月付的话就是9美元一个月。当然的话，我们不是直接下载下来用它这里面的东西，那我们需要稍微更改一下。那更改一下，加一些我们自己的东西，让它形成一个原创的内容。那我等一下的话，我会手把手教大家怎么样来更改。那我会给大家提供这样一个空白的一个条文的一个 PDF 文件，我已经放在视频下方简介里面了。那兄弟们可以打开链接直接下载下来用。比如说我们的第一页可以显示这种跟踪的一些信息，第二页的话我们就可以留空条文，它可以自己写一些自己的心情。那怎么做呢？这个链接我们直接点击右上角这个按钮 ，download 把它下载到你的电脑上就可以了。如果你不喜欢我提供的这个模板这种非常简单的格文的话呢，你可以在 Google 里面搜索这个关键词，是Lion Paper PDF。这个网站里面我看了也有非常非常多这样的一个模板格式里面有很多你可以直接下载来用。这里的话直接有个 download 可以把它下载下来。好，现在的话我们的素材准备好了，那接下来的话我们需要用到 Canva 来进行一个原创的一个设计。付费版本有免费版本，今天的话我们就使用免费版本，那就可以来制作。我刚才在这个 Creative Fabric 上面下载了这个模板，这个模板我们下载在电脑上打开以后我们来看一下它大概的一个效果。那它给了我们非常非常多的一个文件，我们打开来看一下。你看这个就是它的一个封面图，再加上它里面的一些内容。你看这里面有它详细的一个内容，其实它已经做得非常好了，但是我们不能直接用，我们需要稍作修改。它里面提供的东西的话也已经非常非常多，还有 PPT 的一个版本。接下来我们怎么了？接下来我们打开 Canva 这里有个 Canva 的一个链接，那我们点开一下它。那这个文件的下载地址的话，我也会放在视频下方简介里面，感兴趣的小伙伴也可以来下载这个链接，也可以直接来下载这个文件。我们点开这个按钮，点击一下它。点击一个允许接下来它会打开我们的一个 Canva 的一个网站它会显示这个样子。这里我们点击使用这个模板。好，这样的话我们这个模板的话在 Canva 里面的话就已经打开了。我们可以觉得太小，这里有个放大的功能，那我们可以直接把它放大一点就可以了。那非常非常简单。那这里面的东西我们可以选中复制，也是非常非常的简单容易的。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进行一个自定义的一个设计。那我给大家提供的空白的模板的话，它一共有120页，你一直往下面拉，那基本上都是一模一样的。我们来到 Canva 以后的话，我们直接点击这个有个上传，点击这个 Upload， 这里的话选择你要上传的一个文件，或者说你直接点击这个创建这里有个导入文件，我们点击一下它，导入文件以后把我们刚才这个格文字导进来。好，这里的话已经导进来，我们点击这个查看，大概位置的话会在这个地方显示。等它上传完，那我们就可以打开。这里的话已经上传完了，我们点一下它，那它会帮我们打开一个新的页面。在这个页面的话，我们就可以来进行一个自定义设计一下，让它变成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一个原创内容。那首先的话，第一页的话，我们可以来稍作修改一下，那我们可以把它删掉。删掉以后呢，我们点击左边这个文本，这里我们可以增加一个标题，我们 Ctrl 加 V， 我们可以打上一些字，比如说这本书是谁的。大概的话就是这个意思。我们可以稍作修改不一定要和我一模一样，因为我们做的是一个亚马逊英文的一个站点，所以说我们做的全部都是英文的。我们可以点击左边这里有个元素，这里可以加一个线条进来，点一下这个线条，我们可以把它稍微拖长那么一点点。我们点击右键的话，这里有个复制，这里有个加，再复制。那我们可以在下面的话再多加2个，再点一下右键，再来一个复制。好，这样的话我们就有3条了。这上面的话，它可以写上它的名字各种日期等等信息，这就是我们的第一页。
啊，非常简单，也不用太复杂，因为我们这种本来就是一个低内容的一个书籍啊，里面的话不需要有过多的一个内容。那第二页的话，我们也可以来稍微更改一下。那第二页的话，我们就可以把它删掉。删掉以后的话，我们来到我们的这个页面，有我们刚才这个产品的话，我们刚才从我们的素材上面直接下载下来的，我们可以直接复制过来用。我们把它全部选中，选中以后的话，我们按上键盘上的 Ctrl+C， 回到我们这边这个页面，点一下这个页面，点击Ctrl+V， 把它粘贴过来。好，这样的话它已经被粘贴进来了。当然粘贴进来以后的话，我们稍微往左边挪那么一点点，再把它整体的话变小一点点不然的话整个页面的话看起来会太挤了。一定要离稍微的外面的话稍微远一点，不然的话等一下我们打印的时候的话，它会超出去了就不好看了。我们可以按住键盘上的方向键，那可以进行一个移动。那我们可以放大来看一下，拖动这个按钮就可以来拖动一下。我们要确保它离我们的外面的话要稍微那么远一点点，要足够留一点空白的地方，调整到我们的一个大概中间的位置就可以了。如果没到中间，你把鼠标拖动不要放，把它全选以后的话，也可以再来调整一下。好，选中以后，我往我的右边稍微挪一点现在的话，我们这个的话已经调整好了，我们第二页的就已经制作好了。那大家的话在做的时候的话，稍微用点心把它做得更好看一点。接下来的话，我们来可以设计第三页。第三页的话，我们这个内容的话，我们就不要了。我们可以先比如说把上面的话2条横线的话先删掉。那上面的话可以写上一些，比如说你可以自己想怎么写就怎么写。那这里面的话不需要有内容。那我可以来一些，比如说每日的一些提示，上面说我们可以用 GPT 的话来帮我们写。GPT 提示语就是我准备在亚马逊上面销售这种心情追踪的这种日志，请帮我想10个每日的一个提示。比如说今天的情绪是什么，用一个词来描述你的整体感觉，记录一下今天的感恩点，哪些事情让你感觉到特别的满足和刺激。我叫它翻译成英文。那翻译成英文的话，如果有点长度你可以叫它简短一些。那有时候的话不需要太长简短一些这样的话就可以了。比如说我们复制第一个，复制好以后的话，然后来到我们这个页面，同样的话我们点击左边这个文本，这里的话选择增加一个标题，直接粘贴进来就可以了。我们可以把它稍微变小一点点，拖动一下，再把它挪上来，挪到我们的顶部位置，把上面的数字的话给删掉，还再小一点，再往右边拉一点。这个时候如果你看不到清，那你可以下面的话把它稍微调大一点，再往右边挪那么一点点这样的话在我们中间位置的话就差不多了，大概的话是这个样子。那字体的话，我们稍微来让它更有艺术效果一点，选择这个字体的话，它里面有很多字体，你可以选一个我觉得比较有设计感的一个字体。比如说这个字体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可以选择一下它你可以稍微大那么一点点。那这样的话，我们的第二页的话就差不多制作好了以此类推。那在第3页的时候，我们把这个删掉，把这些文字信息的话按键盘上点击右键，这里有一个复制复制以后的话，我们来到我们这一页，点一下 Ctrl+V 粘贴进来就可以了这样的话我们这一页也做好了。继续的话，我们接下来要做的就是重复这样的步骤。下一页的话，我们这个心情这个字的话，那我们可以换一下，我可以按 Ctrl+C copy 一下它，来到我们这个页面，把这第一个删掉，第二个删掉，粘贴进来这次的话文字信息的话，我们就可以变一个这个里面的信息那里面你更改的内容越多的话，你这个书的一个原创性的话就会更高，把它粘贴进来就可以了以此类推，那我们继续把接下来的所有信息全部做完就可以了其实整个流程还是非常简单大家的话只是要稍微花一点心思去做，因为你这个是在出版一本简单的书出书的话确实是需要费点时间和精力，但是如果你第一本书制作好了，在亚马逊上面有销量以后它可以是一个长期稳定的一个收入它不会过时可能像这种内容的话，我在亚马逊看得上，他们已经卖了几年了，还是这样的一个内容。所以说第一次花点时间，那后面的话就可以实现一个税后的一个收入做好以后的话，我们点击右上角这个有个分享的话，我们这里点这个下载下载的类型的话，这里我们要选择这个 PDF 可打印
那中间的话，我们把这个勾上。那这个勾上的好处，那你这个 PDF 文件那打印出来的话，它会质量的话会更高。选好以后直接点击这个 download 把这个文件下载下来，让它下载一会儿。这个插件的名字叫做亚马逊建议的一个扩展。那我们点一下它。那这个工具有什么用呢？它就可以帮我们找更多的一个关键词。那我们可以点击这个按钮，那先把它装到我们的一个谷歌浏览器里面。装好以后的话，我们再来刷新一下这个页面。刷新页面以后的话，这次的话你就可以看到更多的一个关键词给大家看一下。你看之前的话，它本来的话只有这些关键词，但是一旦我们安装这个插件以后的话，那我们就可以来发现更多的关键词。发现更多的关键词的话有什么用呢？比如说我们点击这个，我们需要寻找到就是这种产品的话，它的搜索结果的话，最好是在1500、2000或者说1000以内，最好是在1500以内。那为什么要1500以内的话？因为作为一个新手的买家，那我们需要制作这种竞争的话稍微要这么低，我们需要制作竞争更低的一些产品。我们搜索，比如说我们刚才这个结果的话，关于一个健康的一个心情追踪的一个日志的话，它的一个搜索结果的话就只有200多个。我们可以根据上面的一些数据的话来制作相关的一个内容。只要有方向以后的话，你来制作的话就非常好。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在后面写标题的时候，那我们也可以用这个标题，因为这个标题的话，它的一个竞争程度足够的低。那如果你是新手买家，那用这样的关键词的话，对你来说的话会更有机会一些。那你可以多尝试在这里面来找一些关键词。你看它这里面的话会帮你推荐更多，因为默认亚马逊的话，它推荐的是有限的。这里的话，比如说还有一个跟踪可爱的一个这个搜索结果的话就大于2000，大于2000的话，可能这个竞争就有点大了。那你可以不要往这个方面去做了，你可以再换一个方向，再去找一找针对女性焦虑的这样一个日子心情追踪的一个日志的话，它的一个超过4000，那这个的话可能竞争就会更大。那我们要做的就是在上面找到这些低于1000的竞争力小的就可以了。大家理解这个意思，大家自己多去搜索尝试一下。好，现在我们的内容的话已经制作好了。那接下来的话，我们需要来制作我们的一个图书的一个封面制作封面的话也非常简单跟着我一起来操作一下。那怎么制作封面呢？首先的话，你需要一个 KDP 的一个账号。KDP 账号的话，那非常简单，你直接去在 Google 里面搜索 KDP， 去它的一个官网注册一个账号就可以了。那我们点开这个就是第一个，我们直接点击右上角这个加入 KDP。加入 KDP 以后的话，里面如实填上你的所有信息。那你们在填信息的时候一定要真实的一个填写，因为后面的话你要收款是必须要真实的。那注册账号都很简单，填入你的名字填入你的邮箱，密码重复一下密码，点击一下创建账号就可以了。创建账号以后的话，我们KDP 的后台，来到我们的一个 KDP 的后台，我们点击这上面的话有个帮助，我们首先需要找到我们的一个封面的一个尺寸。点击帮助以后，我们点击左边这个Format Your Paperback， 我们点一下这个的话，我们往下面拉，然后点击这个下载一个封面的一个模板，就是这里，点击一下它。那首先的话，我们需要来计算一下。首先我们的这里上面要选择一下这里选择类型的话，我们选择这个 Paperback， 选择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内页的话，我们选择这个黑白的，选黑白。第三个，我们的一个类型的话，我们选择一个白纸。阅读的方向的话是从左到右。这里选择一个单位的话，我们选择一个英寸。这里内页的一个尺寸的话，我们选择一个6×9。这个页数的话，我们来计算一下。我们刚才我给大家提供的是一个120页的，这里填上120，这里点击一个计算尺寸。那右边的话，它就帮我们这个尺寸的话，给计算出来了。接下来的话，我们不用管它，我们直接点击这里有个下载按钮 ，download， 我们把这个模板的话下载到我们的一个电脑上。这里的话已经下下了。下下来以后的话，它是一个压缩文件，那你把它解压出来就可以了。那点击右键你可以直接解压文件，解压到当前文件夹就可以了。那解压以后的话，我们来看一下它是什么样的。它提供了一个 PDF 文件给我们，还有一张图片给我们。那大概的话就是这样一个效果。
这个就是我们封面图的一个尺寸。那里面的话有一些信息非常关键，就是这个12.52乘一个9.25啊，我们要记住这个信息。然后接下来我们来到我们的 Canva 的话，我们来设计一下我们这个封面图。打开可画以后的话，我们点击这里有个创建设计，或者说你直接点击这个自定义设计。后面的一定我们要选择这个 IN， 就是一个英寸的意思。这个宽高，我们把我们这里面的复制过来。第一个的话就是11.52，第二个的话就是9.25。这里点击一个创建，创建好以后的话，你看我们刚才下载下来，它其实还有一张图片，这个是一张图片，它有一个图片，还有一个就是 PDF， 我们把这个图片的话传进来。大家跟着有风一起来操作，其实并不难。点击左边这里有个上传，上传以后我们点击这个上传。把我们刚才解压的这个文件的话，它有个 PNG 的这个，传进来，双击一下传进来就可以了。传进来以后的话，我们点击它，它就会跳转过来，把它拖到左上角，拉动右下角这个点，让它覆盖我们整个页面。这里的话，你可以拖动变小，显示一下它的一个，让你可以看得更清楚。我们点击左边这里一个 Elements。就是它的一个元素，元素的话，我们选择这个形状，选择一个长方形，点一下它，我们把它也是放到左上角。同样的话，我们把它拉一下，往右边覆盖，继续往右边走。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可以稍微放大一下我们这个页面，让大家看得更清楚一点。继续往右边拉到把这个虚线的话刚刚覆盖掉就可以了。还有一点没覆盖掉，我们再拉那么一点点。这样的话就差不多了。我们再把它变小一点。同时的话，我们来更改一下把它颜色的话改成一个黑色其实这个颜色的话不重要，因为后面的话它根本就不会显示出来，只是为了我们这个时候方便区分一下。那你随便用什么颜色都可以。那透明度的话，我们把它稍微的话改一下，比如说你可以改成一个30%，大概能看清后面的一个样子就可以了。右边的话，我们可以来设计一下。那我们这个图案，那现在的话有了 AI 的一个帮助，那我们可以直接用 AI 的话来帮我们生成图片，那不需要我们自己来进行一个设计，那非常非常简单。那我先来到英文，我说帮我创建一个追踪日记的一个电子封面图，那我们来复制一下它。复制好以后的话，那我们来到我们这个 AI 图片生成工具。那我今天用到的一个图片生成工具叫做 Midjourney。那 Midjourney 的话，它目前是市面上AI 图片生成工具里面的话，应该算是最好用的。它生成出来的一个图片效果的话，也是最好的。我们可以大概看一下它生成出来的效果。你只需要给它一段文字，那它就会根据你的文字帮你生成一个图片。那当然的话，但是的话，这个工具目前是收费的，它收费的价格的话，大概在$20左右。$20的话，换成人民币的话就是140。那不过没关系，那我会在视频下方给大家提供一个合租的按钮。有需要朋友可以去合租一个，合租价格的话稍微便宜些，只要几十块钱。或者说你可以用其他的一个 AI 图片生成工具，比如说雷纳多，它也可以生成一个图片。那我们打开 Midjourney 以后，它是运行在这个 Discord 里面。我们把我们的提示语发送给它，把一个斜杠这里选择 Imagine Pro， 这里帮我们创建一个心情追踪日记的一个突出的一个封面。后面的话比例的话我们改一下，横杠 AI 改成一个3:4，然后发送给它。这个时候的话 Midjourney 的话就会根据我们的提示语帮我们生成封面图，给大家看一下。我之前生成好的封面图，它每次的话会生成4张。1、2、3、4，而且生成图片的话非常有创意比如说我喜欢第3张，我点一下U3，它会把这个第3张帮我放大。这里的话，我可以点击在浏览器中打开，那我们可以在浏览器中打开，点击右键把它保存到我们的电脑上就可以了。这样的话，我们的一个封面的一个图片的话就生成好了。当然你可以更改提示语的一些内容，那这里面你可以随便加一些内容，它可以帮你生成一些相对应的一个效果。你可以用你的 Gmail 邮箱登录一下。那Midjourney登录好以后的话，我们同样把我们的提示语登录好以后，我们同样把我们的提示语的话给粘贴进来粘贴好进来以后的话，我们这里的话可以选择你的一个模型。那你想生成什么样的一个模型？比如说可以生成一个3D 风格的一个模型，这里可以选择你每次生成几张照片。下面的话可以选这个比例，我们选择一个3:4，直接点击生成就可以了。这个时候它会根据我们提示语来生成。模型很多，它每个模型生成出来的效果都不一样。我们再回到我们的 Midjourney 来看一下。如果说你对它上面生成不满意，我们可以点击这个按钮，点一下它又会帮我们生成4张。这里的话，比如说又帮我们生成张，我觉得第3张我点一下 U3，
那这个时候它会帮我们第3张的话放大，我点一下它，你可以在浏览器中打开。那这个就是 Midjourney 帮我们生成好的一些封面图。那你觉得好的话，你就可以用；不好的话，你可以再叫它继续帮你生成。那这个是 Leonardo 帮我们生成的一个封面。那我刚才说了，Leonardo 的话，它可能生成的一个效果，那不会有我们的 Midjourney 效果好，因为 Midjourney 的话，它确实是目前市面上生成效果最好的一款 AI 图片的生成工具。不过的话，大家的话也可以多去尝试，也可以选择一个不同的一个模型，那它可能生成出来的一个效果的话，可能会有所不一样。比例的话，选了模型以后，每次记得点一下，更改一下它的比例，这边可以改3:4。当我们的封面图，那我今天的话就用这张封面图来为大家演示。当我们封面图生成好以后的话，接下来的话我们就可以来传进我们的一个口画。回到我们的口画，点击左边这个上传，同样的话点击这个上传，可以把我们刚才的这张图片的话给传进来。这一张，点击它，上传好以后，我们点击一下它，它就会来到我们这个页面。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把它稍微放大一点点，让它覆盖掉我们这个页面。OK。超出的部分的话，大家不用管它。上面的话，我们可以打上一些文字。那文字的话，我们可以先来一个，这里选择元素，元素我们还是可以加一个这个框。加框以后的话，我们可以把它往上面挪一点点，稍微变小那么一点。左右的话可以稍微拖动一下。我们可以点击右键，这里有个复制。我们可以再复制一个。复制一个的话，我们可以更改一下它的颜色。来点击这个按钮。那个颜色的话，最好和它里面的颜色相呼应。那 Canva 的话，它有个好处，它会根据我们这张图片自动帮我们调用出了一些颜色，可以直接在上面的话进行一个更改。比如说我点的这个颜色，这个颜色它会过来。那如果你想更改一下这2个图片的一个位置的话，也很简单，点击这里有个位置，那这里有个图层，把它交换一下位置就可以了。交换位置以后，我们上面挪到中间的位置，下面的话就可以。那我们可以用键盘上的方向键进行一个微调。好，上面的话可以打上我们的书的一个名字。那名字如果你不会写的话，我们可以交给 GPT 来帮我们写。那 GPT 提示是这样：你现在是一名拥有5年经验的一个亚马逊 KDP 图书运营专家，我准备出一本关于一个心情追踪的一个电子书，请你帮我想一个简短的一个名字。那这个的话就是AI 的话帮我想的名字。那如果这个名字不满意的话，你可以再叫它再生成10个，非常简单。我刚才对这个名字满意的话，我可以直接复制。下面的话它又可以帮你生成一些新的名字。那我觉得这个还可以，我直接复制一下这个名字。回到我们的一个 Canva， 刚才的话这个 Leonardo 给大家看一下，又帮我们生成好了一个图片。大家可以多去尝试吧。但是我还是觉得 Midjourney 生成的效果会更好。我们把我们的字的话粘贴进来 ，Ctrl 加 V 的话，这个字的话就会进来。我们把字的话稍微调大一点，点击这个地方可以调大字的颜色，我们改成一个白色，还可以再稍微大那么一点点。接着的话，我们可以来更改一下这个字的一个字体。字体的话，我们可以来一些其他的一个字体，稍微洋气一点的字体。我觉得这个字体还不错，那我就可以直接使用这个字体。这个有点宽的嘛，我可以把它稍微收短那么一点点。好，这样的话就差不多了。那大家的话最好多花点心思，把这个的话做得更好看一些。然后想挪动它都可以的。这样的话我们这个就做的已经差不多了。到左边的话，我们可以让它透明度的话还是调成100%就可以了。因为刚才我们主要是看一下这个有没有超过去。那现在的话就差不多是这个样子的。那左边是黑色的没有关系。因为我们等一下上传到我们的 KDP 里面以后的话，那它不会是黑色，这个地方不重要。我们点击这个分享，同样这里点击一个下载，下载的话选择这个 PDF 可打印，点击这个。那第二个的话，同样把它勾上，点击一个 download。那我们刚才制作的这个的话，大家的话记得也一定要把它下载下来，同样是点击分享，点击 download。那这里也是选择一个 PDF 可打印，选择第二个一定要把它勾上，点击一个下载。我们的文件下载好以后，接下来我们就来到我们的一个 KDP 的一个后台。我们在 Google 搜索 KDP 选择第一个登录进你的一个账号。那我们可以点击这个按钮可以进行一个创建。那你可以点击这个按钮，同样也可以直接点击这里有创建。创建第二个页面的话，我们选择第二个。
这里可以选择我们的语言，因为我们刚才做的是英语，我们就选择第一个。它下面还支持很多语言。那你的如果你这本书卖的好的话，你可以多做几个版本，那上传一个不同的一个语言。接下来到我们的一个书的一个标题，那书的标题的话其实非常的重要。如果你不擅长的话，我们可以交给我们的 GPT 来帮大家写一下。给 GPT 提示语和刚才有点像假如你现在是一名拥有5年经验的一个 KDP 图书运营专家，我准备出一本关于这个的电子书，请你帮我写10个商品标题。这时候呢，他会帮我们写出相关的一些标题，那我们可以直接在里面来选一个来用一下。如果上面的话你不满意，我们还可以这样来，说我会给你一些标题的案例请你根据我的案例，我的案例帮我生成出相类似的一个标题形式。以下是参考案例。接下来的话，我们来到我们的一个亚马逊 KDP 这个平台，然后我们把这些标题的话复制一下，然后可以多点几个。因为如果有时候 GPT 它生成出来的一个结果不满意的话，那我们可以来训练一下它，把第一个发送给它，再把第二个名字的话发送给它，再把第三个名字发送给它。好，发送给它。好，这个时候的话，它会根据我们上面的一个标题来帮我们生成相对应的一个标题。那我们可以直接复制来用。如果你不满意的话，你可以再生成一些。那总之这个非常非常多，那大家都可以直接复制来用就可以了。我可以比如我复制一下它，因为我们刚才 GPT 是帮我生成这种比较简单，它感觉已经不适合我们亚马逊上面的一个标题。标题的话，我可以它亚马逊上面的标题都非常的长，而且它覆盖的一个关键词的足够的多。我们把我们的标题的话粘贴进来，下面有个副标题，我们可以来一下，说再帮我写一个副标题以后，我们来同样的话复制一下它，粘贴进来。如果太长了的话，我们可以叫它简短一些。同样复制一下它，粘贴进来，这样的话就差不多了。大家这种标题的时候，你最好自己的话稍微手动更改一下。如果有什么问题，可以及时发现。这里问你有没有系列，没有，这里不选。这里有个数字，这个的话也不用管它。这里作者的话，你可以填一下，你可以填你的真实姓名，也可以填你的一个网名，都可以。比如说我填说我的一个有风，随便填一下就可以了。下面的话写上一些你这个书的一个描述，可以来写一下。你可以参考一下这亚马逊其他人写的一些描述。那我们可以稍微把它更改一下，复制一下它。我说请你根据以下的一个产品描述，帮我改写成一个全新的一个产品描述。这个时候 GPT 就会根据我们上面我们的一个竞争对手的一个描述，帮我们写一个相对应有点相似的一个描述。我们可以直接复制过来用。你可以多生成几个，自己稍微改写一下就可以了，粘贴进来。接下来的话，他问你这个内容的话，你是否拥有的一个版权，我这里选择第一个。这里是否包含一个承认内容，我们选择一个 no。这里选择你要发布到的一个主要市场的话，我们选择第一个亚马逊.com这个地方。这里选择我们的一个产品的一个分类，我们选择产品分类，左边这里选择。这里的话，我们主要选择就这个的吧 ，profit 或比点击这个。这里的话，你可以选择一个这个。这里的话再选择一个，这里有个心情这里就是这边的话很多，你可以根据你的一个实际情况进行一个选择就可以了。我们选择这个一般的吧，普通的。选好以后点击一个保存。这里的话我们可以把这个勾上，我们这个是低内容的一个书，把这个勾上。我们只是一个笔记本等等。这里的话需要填入我们的一些关键词。同样我叫 GPT 再帮我生成一些关键词发送给他。好，这里的话我们可以把这些关键词复制过来。关于产品的关键词，把这个复制过来，说关于产品的一个关键词。好，下面的话它会根据我们这个帮我们生成一些，那我们可以直接复制以后，我们直接粘贴到里面来就可以了。大家的话尽量的填丰富一些以此类推，把后面都可以填上。这里的话我们选择第一个就可以了。
我们可以来，接下来我们点击这个保存继续，它显示保存成功。那接下来来到我们的下一步。那因为我们是一个低内容的一个图书，所以说我们不需要这个亚马逊已经说了，我们不需要这个 ICBN， 那就是图书的一个编码，我们选择不需要。这里的话可以选择你到时候亚马逊帮你印刷出来的显示的一个样式，那么可以点击左边，你可以看一下，有彩色的，有黑白的，我们选择第二个就可以了。那么这个就是一个黑白的。这里选择一个尺寸，我们选择这个6×9就是第一个。当然，如果你是其他尺寸的，后面的还有很多，你都可以选。这里的话选择这2个，我们选 PDF。这里选择你的一个印刷的一个质量，是亚光还是什么的一个风格，那也可以选，我们选第一个吧。这里就可以，这个时候把我们刚才制作好的一个 PDF 文件给传进来，就是我们的书的内容的一个 PDF 文件，点击这个上传。这里的上传的话可能需要一点时间，因为我们刚才这本书的话，大概的话可能有120页。这里的话已经上传成功。接下来我们需要制作封面，因为我们刚才已经用 Canva 的话帮我们的封面制作好了，我们直接点击这里上传我们的封面进来。正在上传我们的一个封面。封面的话已经上传成功。这里的话他问你是否是用 AI 生成的一个内容，我们这里可以选一个 Yes。他问你是用哪个 AI 工具生成的，我们可以填上一个 GPT。OK， 这里图片的话，我们可以选择一个，你用什么图片生成的，你这里可以填进来，我这里填 Midjourney 就可以了。好，这里选好以后呢，你也可以选 No， 选 Yes。其实的话，目前来说影响不是很大。这里我们可以点击这个按钮预览一下它的一个效果，点击这个预览。在发布之前的话，我们一定要先预览一下，看一下我们这个文件的话有没有问题，看一下我们的文件有没有问题。这里的话，它可能需要等到个1到1分钟左右。这就是现在我们的一个预览的效果，我们可以看一下。左边的话，如果发现问题的话，它会在左边的话提示你。我们可以点击这个按钮，那你可以向后面翻页来看一下效果。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这个的话应该是刚刚合适，没有超过这个虚线，那就没有问题。我们继续往后面翻，后面的话都是一模一样的。大概的内容的话就是这个样子，是没有问题的。我们也可以点击这个按钮，可以全部的话来看一下它里面的一个效果。每次显示2页，那也没有问题。如果这里面没有任何问题的话，接下来的话点击这个接受，右下角这个点击一个接受。这里的话全部这里打勾，说明的话没有问题。接下来的话，它这里的话就帮我们的一个价格成本的话大概已经显示出来了。那每个地区的话，它的一个成本的话会略有不同，它会根据我们这个尺寸，我们的一个页数来计算一个成本。这里点击一个保存继续。这里的话我们再填一个 Google， 刚才这上面没有填完，点击一个保存继续。这里保存成功，它会跳转我们下一步。这里的话我们选择第一个 All 全部。接下来的话我们来设置一下我们的价格。我们可以看到亚马逊上面的一个卖的好的价格的话，一般都在一个8.99。我们的价格的话可以根据市场的行情来设置，比如说我设成一个7.99。设了.com， 也就是亚马逊主站上面的价格以后，它下面的话会帮我们计算其他站点上的一个价格，因为你用的一个币种不一样，它价格的话可能略有不同。如果你想单独调整它的一个价格也可以，那也可以在后面直接手动改也没有问题。这上面设好以后的话，接下来的话我们点击这里有个发布你的一个图书就可以了，或者说你可以保存到你的一个草稿。我们点击这个发布。这个时候它正在一个保存成功。恭喜你恭喜你，你现在已经成功发布你的第一本书，非常非常简单。当然的话，这本书的话这本书它还会审核，审核通过以后的话，那你就可以上线了，可以来到我们的一个，你的所有产品的话都会显示到，你点击这个书架，它会显示到这里面来。其实整个上架的流程还是非常简单，只是说我们在制作内容的时候花的时间是最多的。我是有风，我这个频道主要分享的是一些无货源做跨境电商的一些知识。如果对这方面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订阅关注我这个频道。本期用到的所有工具链接的话，我都会放在视频下方简介里面。感兴趣的兄弟可以打开下面的链接，跟着我一起来操作一下。如果你在操作的过程当中遇到任何问题的话，都可以在视频下方给我留言，的话都会尽快回复大家。